家好，我的老爸又回来啦，快跟大家 say hi。嗨，大家好，非常高兴，我是夏雪的爸爸，今天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来交流，主要是向大家学习的啊。在不同的阶段了，有不同的读书笔记的方法。在上个世纪80、90年代的时候，主要是读一些经典啊，我把整本书呢就是读下来。你像《资通鉴》有294卷，中华书局的30大本，到岳麓书社的有4大册。那你每本都要一页一页读？一页读啊，给我看看。你看看，哦，你随便翻，这么花？你看看，随便翻。哦，看。那么当时我花了这个3、4年的时间，从第一句开始，比方说对这些字不认识的名词、定义、事件都有划线啊。看下来以后，然后再参考其他的一些科研成果，比较好的把它写在边上啊。当时呢是用这种方法来做。枯燥吗？当然枯燥的了。你喜不喜欢读？就是为了让自己读完嘛，枯燥不枯燥都想读完。哇，那你为什么想读完？因为读了表示自己考验自己的毅力嘛。考验自己。古籍是需要基本功的。你没有个几十年的基本功，好多读不下来。基本功越好，那你读得越快。应该读过的有几个人啊？从古到今也只有小部分。司马光《资通鉴》写好以后，在宋朝能够读遍的人，第一个就王生之。《资通鉴》呢形成了一门学问啊，叫通鉴学。那么像毛主席《资通鉴》据说读了18遍，很精通。我们呢是主要是受到这些伟人的影响，所以我要把《资通鉴》读一下，究竟《资通鉴》究竟是讲的什么内容？对我们当今有什么启示？我通过这个3、4年的阅读，我就知道《资通鉴》是一本博大精深的编年体著作，对自古理政啊，对于我们这个修身养生啊比较好的。那么现在的方法呢，跟以前就不一样了。那么这个周礼呢，我先通读一遍，里面的这些地方我是用红的、用黑的啊，各种颜色给它划线。然后哪些字不认识的给它划线。那么做到这个书呢，每一个字就能够读懂，1000多页啊，精读好几遍，典籍有个把握，在这个把握机上进行科学研究。第二次在看其他的资料的时候，我们在这个书的白页上面，我就给它标记啊原文的地方，然后有注解的地方加以对比，标点这个周礼定义。是宋代体量比较大的书，有80卷啊，花了我2、3年的时间进行标点。我一般写论文的话，就是资料没有看完，没有全部的收集的话，我是一般不动笔，有一定的目的或一定的要求的方法去阅读。那么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完成读书量，我觉得这个效果是比较好的。30年以前，我古文字基础还是比较差的。30年以后，我再去看古文啊，那就发现功力更加深厚了。以前是积累阶段，现在突出阶段。长期坚持读书，不断的这个领域里就是勤劳的耕耘，就是成为这一个文献研究的这个小专家了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普遍觉得读书静不下心来，要刷手机嘛，有很多碎片知识。那么深度阅读和碎片阅读之间应该怎么平衡？主要是看自己的需要。工作比较忙的话啊，没有时间读书，那你就采取碎片化的阅读。早上起来的时候可以读一点，每天保持这个阅读，知识量越来越增加。比方说你研究某一个专题，或者说你是搞教学科研，那你有些基本的典籍呢，还是要通过集中的阅读。每天都能坚持？我每天也坚持。一般我早上是5、6点起来了，一般以前都是到12点。现在呢是年龄的增长，晚上睡觉睡得更早一点了，一般就是11点、10点半就开始休息了。要静下心来，我们说要讲究方法的。你坐在凳子上，你就从1数到1000，然后让自己静下来，看个40分钟或者30分钟。你就看了以后呢，就累了，那就不要继续看了，那就去休息，到公园里走一走啊，洗个澡，通过不断的交叉，你这个读书一点不累。对，交叉学习法，交叉学习法，我从小经常练的，一天可以搞个4、5个轮回。我也就采用这种方法，我不是一天到晚读书，是通过半个小时交叉学习法，读书休息，休息读书，靠长期坚持下来，读自己喜欢的书，自己感兴趣什么就读什么，想解决什么问题就读什么样的书。对，所以保持一定的阅读量，你每天生活很充实。我小的时候呢，因为家里比较穷，初中读了，高中读了。
家里有些人说：“哎呀，你不赚钱，这个书读了有什么用呢？”但是我一直也不理他们这种想法。大学考上以后啊，开始我自己能够养活自己了。当时我们的收入也比家里可能这个靠农田经营要好得多。所以有的时候支援家里一部分。这个时候家里觉得，这个读书有用了。到了87、88、89，好多人做生意，做生意的效益比较好，产生这个读书无用论了。我在东北读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老师地位还是蛮高的。我到了温州的时候，90年代、92年的时候呢，温州刚好是这个商品经济发展。我们来的时候，一个既没有房子，又没有什么其他东西，啥也没，一无所有，一个月就是100来块钱，除了这个生活了以后，其他基本上没有余钱了。也哪一个姑娘能愿意嫁给你吧？所以等于说当时经济条件是比较薄弱。开始我们是住集体宿舍的，到了98年有了自己的这个住房了，当时花了7、8万块钱，工作6年以后有住房，也是已经很快了。经济的压力啊，就以前买房子那你怎么想到去赚钱还房贷啊，解决孩子的学费啊，或者改善自己的生活？所以有时候出去就打点工啊，到外面上点课，那时候钱也不多，一节课就几十块钱，贴补家用。有空的时候回来就去读书。后来这个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，那么读书人呢越来越受到尊重，老师呢也受到越来越尊重，把自己的科研教学工作做好。所以现在读书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期。所以我们说呢，只要你好好的读书，做到你做行业里面的极致，那么这个读书肯定是非常不错的，受到社会的尊重。所以有一个书房很奢侈啊。真正的书房我是到98年70平方，我的这个书房当时可能就是7、8个平方差不多。我现在的书房嘛越来越大了，可能20、30个平方了。书的藏量越来越多了，以前可能是2、3千册，现在可能差不多1万来册了。我各个房间里面基本上都有书，这每本书都是像我的朋友一样，非常珍贵他们每天陪着我一起生活、工作和学习。有个书房当时的一个理想，所以我慢慢积累起来，这样形成了自己的可爱的书房。可爱的书房。那你觉得这个家里面有书房和没有书房有什么区别？家里有书房，有个书城我们就是生活在书的世界。以前在书房里，我觉得有个安全感然后每天有个书陪着你年轻人的话可以充实生活、扩大视野；老年人的话可以防止老年痴呆。防止老年痴呆。对。有书的话，我们说给孩子一个很好的这个教育。孩子一看老爸在干嘛？他说他每天看书，他也无意当中形成了自己的看书的习惯。所以对子女教育，我觉得是无声胜有声吧。你觉得你的书香有没有传承下来？本专业呢，历史方面基本上没有传承下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小孩子是学的是英文书，应该说也是传下来了。以前我读大学的时候英文好的，现在好了，这个古文好。我的孩子呢，现在他的这个英文比我古文还要好。我们家里的这个书香的精神被他传承了可以。我们的精神还是要靠他来传承的。对，希望呢传承的越来越好。传承越来越好。那有的人说，这个书读少了呢，可能不够用；书读多了呢，觉得自己很呆，然后跟生活经验脱节。这种情况怎么解决？实际上，我们现在来看了，不是我们书读太多了，而是书读太少了。对，因为我们的人生是有限的。我们国家的书是汗牛充栋，四库全书读一遍至少100年。那么其他好多语种的书，我们好多都读不懂，更不用说读其他的书了。我们书呢尽量多读，生活不会迷茫了。你可以把书当成朋友了，就多了好多的朋友。因为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的经验和角度，等于是你在跟别人交流嘛，然后体系化的知识，学他们的人生经验。你觉得爱读书的民族和不爱读书的民族有区别吗？不爱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。读书的民族才是有强大的动力。因为我们好多的经验教训，有的是通过读书，现在也可以说通过其他的自媒体来传播，有一个文化的传承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民族有个根，砥砺前行，那么我们这个民族以后会越来越好。如果你这个民族没有根，像文化的沙漠你建一个强大的科技教育之强国，难度非常大。
肯定要站在前人的知识的肩膀之上的。我这看看也有本《尚书》，我们国家最早的典籍。这个书都读烂掉了，1990年的。我都被虫咬了。对，《尚书》说明中，知之非艰，行之为艰啊。你要读书坚持下去，就很不容易。关键就要坚持。对啊，说的容易，做着难。对，希望喜欢读书的人啊，不断的坚持下去，砥砺前行，多读书，生活过得更好。